那儿有看那个。 这件事情的责任也不完全在你。你的问题是过于相信于志德的能力，你觉得精通工人的情绪应该由他来负责。可你想过没有？当这些工人的情绪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外来者，赛斯肯定是他们首当其冲的责问对象。这里面的未知风险。 你考虑的不周全。是。这件事情我会反省。不过，只要于志德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么这次会议还算是成功的。快过年了，咱们都放松一下。Frank， 你有什么打算？我准备带我爸妈去海南。 他们一直想在暖和一点的地方过年，我订了下午的机票。很好，你去吧。不过你要记得随时跟我保持联络，因为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给于志德钱，和给他多少钱。对不起。 Hello， 是我，请讲。我知道了。Frank， 很遗憾，恐怕你的海南之行要取消了。Steve 知道了工人闹事的所有细节，包括你在现场不稳定的情绪，是他市场部一个叫 Rebecca 的女孩向他做出的汇报。这个 Steve， 他已经报告给了总部，托尼要我们下午回公司，跟他召开视频会议。 并要求你和我对这件事做出解释。Ever since the Hainan meeting, Steve's attitude has been very cautious, and now the project is facing a problem. I need to ask the sales force for reasonable explanation and assurance that this project can move forward. Frank has just addressed your question, and he didn't hide any detail. The situation is this. I also with Stephen Paul. He is exaggerating, making trouble for the workers. What impact will last? I hope the high crews can make an accurate assessment. No doubt headquarters will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this list. But Chung, can you assure that Frank is still up to the task of leading this project? Frank is on my team. I can assure you, he can continue. Frank, if you don't mind, let me say a few words alone with Chung. Sure. Chung, I need to remind you of one thing. I'm taking you at your word on this, and even though you say that Frank is on your team, I have to remind you that our company is bureaucratic. You know that. You spent a long time in the U.S. headquarters. So we're all working on the same team, and you should not set up your own division in the small market of China.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Chung, you're a very capable person, and now you're in the market of China, where the atmosphere is very different. But you and I and Frank are all part of the team, this game, which is a U.S.-funded enterprise.
I have to remind myself of this very thing, that we can trust no one. Stay alert. And if you can't assure me of Frank's abilities, then the headquarters will demand accountability, and even you will be blamed. Do you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Okay, I'll report to Steve on this project. It will move forward, and we'll give you some time for development. Have a nice day. OK。何成峰觉得很累，在赛斯工作了快30年，他始终小心谨慎，从不让自己陷进任何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有的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已经被赛斯改造成了一部精密的机器，而不是一个有情感的人。然而，就在今天，只是因为他想要保护一个自己看好的后辈，就换来了总部这么危言耸听的提醒：你只是一个打工的。这个总结，何成峰自己心知肚明，但是当他从别人口中说出来时，却是那么的刺耳、狰狞。来，于总，2张瑞士联邦银行的存折，您可一定收好了。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冒着风险放进去的。你辛苦了。您打算什么时候走啊？过年吧。你这怎么这么冷清？不瞒您说，您是我最后一个客户了。等过完年，我准备把这公司也关了。什么意思？想换个活法。自从干上这行之后啊，这个心就从来没有安稳过。白天下班回到家里，还得看电脑，看国外移民局的政策有什么变化没有。像您这样的客户，没走之前我这个心悬着，走了以后这个心还是安稳不下来。这里面的原因您肯定比我清楚。累了，不想这么过了。那你打算怎么过呀？以后？我想考个导游证，去带个旅行团什么的。钱虽然赚的不多，可日子总比现在过得踏实。小雷，这块表你留下吧。不，于总，这不行。这是我买的第1块的陀飞轮手表，10年前买的了，有点旧，你别在意。那我就更不能要了。知道陀飞轮是什么意思吗？我对这些奢侈品没什么研究。手表陀飞轮的设计，就是为了克服地球吸引力对钟表精确程度的损失。简单的说，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消灭那0.0几秒的误差。所以市面上凡是陀飞轮的手表，买的还都是挺贵的。10年前我买它，我可是咬了牙了，那个价钱对我来讲也是天价。10年后，我收的那些表，掏钱的时候倒是没有那么心疼了。那些表技术上也越来越先进，价钱也越来越贵。可就是代表的这只手越来越廉价了。我经常看着那些表，问自己：我每天做的这些事儿，到底是为什么？你的选择没错，所以这块表，你还是收下。不要用自己的时间去换这些东西，换那些不值得拥有的东西。于总，谢谢你。于总，一路顺风，保重。这么晚叫我出来，什么事儿啊？市场部的 Rebecca， 是你的朋友吧？是啊。
乔丽，真有你的。昨天下午在江州，你还跟我聊着你那宏伟而干净的梦想，白天还大义灭亲的去帮王桂林做掩饰，回头你就让你的朋友陷害你自己的老板。乔丽，你用你的好口才帮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在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心里没数？Rebecca 给 Steve 交了份汇报，说工人闹事是因为我没有考虑到风险。然后在事发之后，我的情绪特别不镇定，完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Steve 把这份汇报交给了美国总部。今天下午，总部特地抓我跟何总去开视频会议。乔丽，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不觉得这样子很幼稚吗？你当职场是幼儿园呐？我打你一拳，你还我一脚的。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让美国总部对我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即便何总保我，我也被你害了。我现在应该跟我的家人一起到了海南，而不是坐在这里。陆帆，咱们要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这一面展现给我的话，我觉得咱们俩就不会误会的那么深了，还浪费这么长的时间。看来赛斯的这份工作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你的自私、自命不凡，和你的那个中产阶级身份，都容不下你失去它吧？你不用再话中有话、夹棍带棒了，乔丽，我对你的耐心已经用完了，请你转告你的朋友，从现在起，我销售部所有人都会防着他，我甚至他在 Steve 那儿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请他做好随时回前来接电话的准备。我不知道瑞贝卡为什么这么做，我会问她的。陆帆，幸好精通的这个案子负责人是于志德，如果是王桂林的话，你陆帆这样一个人，早就进了他的黑名单了。你跟王桂林之间的事，我都看在眼里，我只是懒得管。事实上，从你跟方卫军那件事之后，你乔丽在我这儿也已经不单纯。但是现在，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你跟王桂林之间，永远是销售跟客户的关系。不管他在你心里是多高大、多完美，你知道他怎么看你的吗？你就是一个透过他挣钱的女人。你们的相遇不是什么童话故事，帮你们两个人做红娘的是一张7个亿的单子。你跟他之间是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金钱关系。是，我是为了钱经营很多事，换来的是你的瞧不起。换个角度想想，王桂林怎么看你呢？你们之间那些温馨的小场景，那些默契，到底是真的，还是你一厢情愿的梦幻？乔丽，你放弃了我，不见得能换到你想要的。对，就是因为有王桂林这个人，才让我觉得你这个人是特别值得放弃的。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陆帆，我跟王桂林之间的关系没你想的那么直白。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和他之间，除了你嘴上说的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还真是有点别的联系。我这个人特别相信，有的人呢，就是你生命里的一场病，每天让你觉得特别烦，可你又天天惦记着他，总也好不了。但是有些人，就是你打出去的一个喷嚏，打完就完了。我现在不确定王桂林是不是我生命里的这场病，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你陆帆，就是我打出去的那个喷嚏。
我这没什么问题，派司机盯着他呢，咱应该没什么察觉。别动，那一会儿我再打给你吧，我得先送儿子去他妈那过年。都准备好了，那就去吧，人家在下边等你呢。记着啊，去了别跟你妈顶嘴，她是女人，得让着她点儿。爸，你一个人过年，不会想不开吧？操你自己的心啊！我有啥想不开的？我求之不得呢。去吧，给我带点压岁钱回来。小云什么时候来啊？哦，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可能厂里的事儿给当应着。你们别客气啊。好的，好的。龙眼是属于美人类。今年成果不错啊。我们提前给大家拜年啦！不一样吗？
啦，不就是一个人过个年吗？不会给我心理上留下多大阴影的。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老有腔调了。等一会儿我还准备开瓶红酒喝喝。你跟我爸都开心点啊，我后天就回来了。好吧，妈妈再见。喂，过年好啊！过年好。这节目主持衣服怎么穿的都那么怪呀？我们西北人说话那是阳刚啊，充满了底气。听好了，喜气龙。算了，不要看了。每年的电视节目都差不多的。这图景也真是的，不跟我们一起过年也算了，至少过来看看我们，对吧？说几句吉利话也好啊。妈，人家是日本人，根本搞不清楚你们的春节是怎么回事儿。日本的盂兰盆节你知道呀？你知道该怎么过呀？哎呦，你还不是他的人了，就已经替他说话了。想睡觉了是吧？不说了啊。所以，如果我发出去的牢骚可以变成汽油的话，那么只要看一次春晚，就够我全国自驾游的了。那咱们俩刚认识那会儿，那天聊完以后啊，你发那些牢骚最少能从江州开到上海吧？差不多。0点钟声的敲响，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我有个电话得接，我们也想用一种最传统的方式为大家恭贺新春，那就是来自祖国东西南北的4副春联。怎么样？证据都齐了，你把那个 U 盘给我吧，那是重要证物。好啊，我先。行。什么时候聊？就这2天吧，趁过节供他们个出其不意。你们还得抓紧时间。他可能随时会离开江州。不懂软语啊，这回听我的西啊！我们西北人说话那是阳刚啊，充满了底气。听好了，喜气龙图，承祥先瑞，中原文雀戏，祈福拜年。好，都是西北人啊，留给我一难，给我上联。南北看鞭炮，扬灯吹高，中秋吃火鱼，恭喜发财。听懂了？就这一句。你是哪儿人呢？我是河北大理。大家都过来啊！我们今年再喝最后一杯酒啊！来，把杯子举起来，喝完了啊！好，来，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这个打一针了啊！好，来年好了，好了。
我进江州会打草惊蛇，难为你把东西送到这儿来，辛苦了。跟我还客气是吗？咱俩1年多没见了吧？那会儿这条路还没修好，去你那儿一趟得5、6个小时。这路刚修好的时候，带着儿子来这儿踢球，踢累了，直接往地上一躺，舒服。后来直接就睡着了。谁能像你一样有福气啊？闲言野鹤一样，高速路上你都能睡着了。人这一辈子，能在高速路上睡一觉，值了啊！于志德那边，你怎么计划的？已经开始调查了，财政局那边已经派人盯着了，银行也安排了人。另外，张副市长那边，我想还是要看一看他，所以派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揭发于志德，把所有的情况全写在信上了。现在应该到了他的手上，我给他24个小时，如果明天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反应的话，就连他一起监管。我能搜集到的都在里面。老王，真是难为你了。你和于志德之间的关系，你不用管这些了，因为我太了解志德，他连我都骗，那就证明这事儿他非做不可，没人能拦得住他。我妈说你要在上海过的话，想邀请你去我们家过年。大老板高某也不回国，我早跟他约好了，一直就说想得到国头府帮忙一点。哎，你怎么开车的？请问一下，陈医生来上班了吗？陈医生啊，他已经来了，他在那边复健室呢。哦，谢谢啊。嗯。一定能恢复到跟以前一样。真的。对，努力。哎，好，来，好，再来最后一个啊。好，好。坚持，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都出汗了。谢谢你啊，来，好，再来。哎，哎，女儿来了。妮妮来了啊！你看吧，特别棒，不能走了。谢谢你啊，不客气。来，都给女儿看看。看见吗？1、2、3，好。哎，张师啊，你现在还在练毛笔字吗？还在写字啊？没事，休闲休闲，下去下去。我给张师长送一套纸。没有，哎。好，我下辈子都写。徐总，哎，听说你们的企业搞得不错。对对对。哟，再聊啊，市长，这2天的信，有风险不太对劲啊。你到里面等我一会儿啊。我说你们这个企业到底有什么情况？张市长，这样您有事，我们先走，改天再来。不，可以坐一会儿，可以坐。你忙，不耽误的。啊，好。哎，小万，哎，你送送他们，好吧？好，你送他们上车啊。哎，好。
一会儿还有人来，咱们速战速决啊！什么情况？您看，这是一封。这封信什么时候送到的？早上。还有谁收到？我去传达室查过了，只有您寄给啊。你确定刘书记那儿没收到？我能确定。确保这封信2小时后出现在刘书记手上。进来。市长，教育局的人来了。好，你让他们坐一会儿，你给他们沏壶茶，说我马上就来。好的，我知道了。你走吧。丽丽啊，我是爸爸。我让你签的文件你签了没有？好，你带上它，马上到我这儿来，赶紧。你们好，叔叔，您慢慢休息啊，我先走了。阿姨，我先过去了。谢谢你啊，陈医生。不客气，再见啊。陈医生啊，辛苦你了。哎呦，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你爸爸的复健状况还是挺好的，我觉得他还是可以恢复自主行动能力的。那我先去查房了，一会儿我再过来看看。好，再见啊。哎，陈医生，啊，我昨天看你微博了，是吗？是啊，你带他回家过年了，你们家人开心吗？他比较开心是真的，之前他缠了我好长时间呢，说什么自己是一个外国人，一个人在这边过年孤苦伶仃的，要求我必须收留他一下呢。他跟你家人相处的还好吧？挺好的。我妈妈是大学老师，班上有日本留学生的，还蛮聊得来的。哎，对了，我爸爸还约了他过2天去听一听日本茶道课呢。听起来不错。是啊，不过之前我也跟他吵过的。他说他有过一个女朋友，是上海人，还去过他家呢。不过他把这家人说的呀，说什么是归根于中国人略姓为一身的一家人。那家的爸爸呀，当着他的面就抨击日本人，可是还希望把女儿嫁给他。妈妈更是可怕，恨不得把女儿打包硬塞给他。他觉得这家人太廉价了。
是是。哎，妮妮，你知道这样的围巾在久光卖多少钱吗？要300多块钱哦。好看好看。你知道妈花了多少钱吗？猜不到。呀，妮妮，来，怎么哭了？妮妮，妈，对不起。怎么回事啊，妮妮？啊，说谁欺负你了？不哭不哭啊！不哭，妮妮，有什么事跟妈妈说说。爸，我来了。坐吧。把这个签了。赶紧签。小丽她刚来过，把这个送来。我已经安排把她送走了，你我就不管了。听天由命，就看你运气吧。有人写你的匿名信，我了解了一下，是省里有人要办你，而且你和段晴的事儿，人家了解的怎么那么清楚？走吧。你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赶紧收拾东西，马上离开江州。长长一段时光，看云悠悠荡荡，梦渐渐的遗忘，落在某个地方。我学会了忧伤，也丢失了翅膀。你给我了希望，
只能够埋藏。我想象幸福的模样，却感不到生活的方向。我想象未来多漂亮，请你原谅，我选择了流